中国企业高管去菲律宾，结果被绑架，而且被撕票。台湾籍的女主嫌菲律宾犯罪，逃到了韩国，但被引渡到中国。中国掳人勒赎撕票，被判死刑机会大概是200%。目前为止，民进党政府对这件事情非常低调。出事的时候不会出来废了，杀到美国公民爸爸啦，李娜被移送到中国，一句话不说，没表示，没表态，你收不到他的讯息，消失了。青鸟仔人说什么？国民党就要人呢，民主党就要人呢，你也可以就要人呢，你不是舔共仔吗？民进党的逻辑，他明明是手陀螺，一直觉得自己是废社，只能仰望刹帝利，更是不敢去招惹婆罗门。爸爸的爸爸在婆罗门，爸爸在刹帝利，小日子在废社，真的是种族歧视。南海这些小国，他们把它归类属于因为太黑。至于中国，达利特，青鸟仔真正其实也是被他们打成达利特。他们在某一些爸爸的眼里，他们是达利特，可歌可泣，随时弃如敝屣，拼了命想接近刹帝利。至于婆罗门是碰都不敢碰。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国大陆企业高管去到菲律宾，结果被绑架，而且被撕票。结果呢，台湾籍的女主嫌在韩国落网，被引渡回来受审，化名叫做李娜。大陆籍的高管孙静是美籍华人，夏科夫是大陆人，到了菲律宾去谈生意就被绑架。李娜事实上是来自台湾44岁的陈姓女子，5月17号生，本名叫陈玉轩，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在台北市出生。中国跟韩国引渡条约，他之后会引渡到中国大陆去受审。中国掳人勒赎撕票，你被判死刑机会，不要说100%，大概是200%了。杀一个都够你死了，杀2个那你肯定死。李娜很有可能会成为少数台湾人在第三地犯罪，最终被中国判死刑的案例。他是在菲律宾第三地犯罪，逃到了韩国，但韩国跟中国有引渡条款，所以被引渡到中国。两人一下飞机就被绑架撕票，验尸结果显示了两人生前遭到恶劣的虐待，而且最扯的事情是，家属有跟绑匪支付300万人民币的赎金。凌虐受害者有没有致死不知道，但是就撕票，这个就是他当时被查获所谓的邀请函资料，非常的熟悉。这个医疗器材公司的一整个证明文件都有，这个是所谓的营业执照，成熟，相当的娴熟，他要怎么来处理这个？而且你看他的地址也都是有，但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伪造的。你看他的地址在哪里？被南韩远警逮捕的女子，就是被控涉入绑架撕票案的台湾籍女子李娜。当时我坐在车上等嘛，然后他们下来，3个人拿着枪顶在我车上嘛，然后把玻璃打碎了，他就直接把我拖下来了。今年6月间，2名中国医疗器材公司高阶主管去菲律宾出差时，遭到绑架撕票。事件获得中国外交部证实，遭绑架遇害的2名被害人，原本是被菲律宾医疗设备公司邀请，但其中1名被害人的聊天记录却显示，行程是名叫李娜的女性邀请。李娜呢，曾向受害者就商务推进合作进行谈判，说了很多专业的医疗知识，非常的专业。医展会呢，本来就是结识潜在新客户，办这医展会，各地的厂商他需要一个展示的窗口，一个机会。这种尤其医疗器材它是国际流通的，在落地这一块，它非常需要在地的中间商人去引荐，因为医疗院所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它必须要有中间商来进行所谓的媒介。你外国的医材经过了一个代理商，然后进到了医疗器材系统，它也要拓展它在整个医疗院所里面的一些人脉推介这些东西。6点抵达之后，在6月20日的下午6点7分，下午6点57分打手机就没人接了，也就是一下飞机人就得走了。21号的中午前后就接到了微信电话，说呢因为打牌会所输钱，要人家来电子汇款，打了300万过去之后对方就联络不上，而且因为呢夏男呢是中国公民，孙男呢则是美籍华人，他是在中国工作的美籍华人你杀了一个美国公民加一个中国公民这事情就闹得非常的大所以菲律宾当地开始积极的动起来虽然菲律宾所谓的动起来也是要经年隔月的，这也严重所以中方跟美方警方全面介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呢是有司法互助条约的此案在实践当中，菲律宾本国管辖为主，中国在外交上给予关切。根据保护管束原则，外国人侵害了中国或中国公民利益中国也享有刑事管辖权。中国既是属地主义也是属人主义中国公民呢如果在海外犯罪或海外遇害，中国呢是有权进行审判。所以很多人有些国家采属地主义嘛，你在当地犯罪，然后犯完罪你在当地被关完之后回到中国还要再被审判一次因为你在海外犯罪。那这个凶险皮肤白皙做美甲，化名李娜，自称他年销售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可以跟当地政府相当有关系，而且他还造了一个谎，老板是菲律宾知名的福建商人做房地产生意的一开始锁定就是在菲律宾的机场直接去逮人
那恐怕有共犯了，因为光靠李娜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成年男子制服跟杀害的，所以到底有多少共犯呢？目前查到说还有一个讲福建口音的男子，那很有可能是当地的福建华人，目前说有可能夺走7条人命，那这次是2条，那之前还有所谓的5条人命，到底怎么回事呢？戴黑色帽子，穿白衬衫，留长发，皮肤白皙，还做美甲，神秘真面目终于曝光，他就是至少背了7条人命，涉嫌犯下跨国绑架杀人案，化名李娜的蛇蝎女，终于在南韩首尔落网。孙某向夏某介绍一名自称是菲律宾麦加医疗器材公司经销商李娜。会谈期间，李娜提及老板是菲律宾知名福建商人，曾主做房地产生意，凭借与当地政府的紧密关系，后转做医疗器械的政府采购，每年销售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李娜就像这样担任接洽的角色，以邀约到菲律宾谈生意为由设局，他搬出专业知识，成功引诱到底是什么来历。落网后，警方在他身上找到台湾护照，本名姓陈，今年44。OK， 好。这案件最恶性的地方是，目前来说对台海关系可能会有所冲击，它一定会创下很多记录，包括我刚才讲到的，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台湾在第3地犯案，然后进而被中国大陆判处死刑的女子。目前为止看起来，民进党政府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低调了。我今天搜了半天也没看到民进党政府详细讲什么事，平常硬的跟什么一样。真的出事的时候，不会出来废了，杀到美国公民，这时候呢，杀到爸爸啦。虽然这个爸爸血统不纯，但还是毕竟是爸爸，这时候就不会讲话了，人就消失了。所以你看，金阿波罗案件也没消息了，郭宇轩事件大小声并梗，这边生气就今天的事情哦。今天同时间，李娜被移送到中国，一句话不说，没表示，没表态，你收不到他的讯息，消失了。这时候青鸟仔人说什么？国民党去要人呢、民众党去要人呢、历史可以去要人呢、你不是舔共仔吗？这么恶性重大的事情，可能涉嫌杀了7个人啊，连美国仔你都敢动手啊，连爸爸你都敢动手啊。先不说被民进党列为贱民的中国人，种姓制度是5阶级，不是4阶级，很多人都以为是4阶级哦，其实是5阶级，有没有？婆罗门、刹帝利、费舍啊、首陀罗然后达利特，爸爸的爸爸在婆罗门，爸爸在刹帝利，小日子在费舍。小妃子南海这些小国在索陀罗，我们那些邦交国他们把它归类索陀罗，因为太黑。我跟你讲，他们真的是种族歧视仔。至于中国，达利特，俄罗斯，达利特，真的是总称民进党的逻辑。他明明是首陀罗，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费舍，他只能仰望刹帝利，更是不敢去招惹婆罗门。其实青鸟仔真正其实也是被他们打成达利特，但他们以为自己是首陀罗。他们其实在某一些对不对爸爸的眼里，其实他们是达利特。可歌可泣，随时弃如敝屣。但是呢，理论上还是让他们看起来像首陀罗，但是事实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费舍，然后呢，拼了命想接近刹帝利。至于婆罗门是碰都不敢碰，所以从金阿波罗案我们就可以验证这件事情。